本庭正式宣判，被告林立天罪名不成立，当庭无罪释放。法庭上，审判长心里憋着一口气，冷着脸宣布着最后的结果。原告张国峰颓然地坐在位置上，眼神呆滞。不，怎么会是这个结果？虽然大家都知道眼前这个人渣罪恶滔天，可却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让对方定罪。谁让人家家里太有钱了，可以让证人在出庭的时候当庭翻供，推翻了之前的所有证据。跟我斗，你们还嫩着点，没有人可以审判我。正义，老子有钱就是正义。这是什么？谁他妈什么时候放这的？罪人林立天，今夜12点整拘押地府进行审判，阎王要你3更死，绝不留你到5更。真他妈会记，别让老子知道是谁在背后搞我，不然弄死你！连法律都审判不了我，我不信还有谁能奈何得了我？林立天的眼神浮现出一丝凶狠，他可不相信真的会有什么地府审判，认为这背后一定是某个人在搞自己，想报复自己。地府通知单投递完毕。眼前的男子叫秦风，一次意外让他成为了地府之主。只是现在的地府破败不堪，似乎曾经遭受到了恐怖的打击，从而被废弃了。他发现自己可以把罪大恶极的人给拉进地府里审判，从而获得功德值，重建地府。他忽然明悟，重建这座地府就是他的宿命，而林立天就是他重建地府后要审判的第一个人。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晚上12点。正在锁定目标，锁定成功。目标所在环境，准备开启直播。要想更好的获得功德值，重建地府就需要大众的认可，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播。可以看到目标在地府里被审判的场景，一场名为地府审判直播间的直播连接上了各大直播平台。一些正在看其他直播的网友只觉屏幕一晃，画面随后切换变成了林立天所在的房间。众人一脸疑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来到了这个直播间。什么情况？这什么直播间？我手机怎么自己来了？我也是啊，刚刚还在看小姐姐太阳摇，突然就摇到这里来。法克，我的太阳摇啊！水车猫给我赶着来！我在咩直播间马上就要抢到家人专属福利香港狗蛋月饼，缺我狗蛋的不能再狗蛋的月饼。不要叫了，你们还没发现问题吗？现在直播间切换不了，退不出去，手机重启又自动回到这里。直播间标题还叫什么地府审判直播间，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我刚试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不会是中病毒了吧？等等，这个人不就是那个叫做林立天的富二代吗？对呀，就是他，他就算是化成灰，我也认识。这傻逼还敢冒充！水车猫要看他的直播，他怎么不去死啊？这家伙这么嚣张，今天才刚从法院出来，晚上就开直播，这是炫耀吗？有钱了不起啊！大家先别骂了，你们说这地府审判直播间会不会就是审判对方的？众人顿时眼睛一亮，如果这个直播间是审判这种人渣的话，那就有意思了。另一边，林立天对自己被直播的事情毫不知情，在秦风法力干预下，眨个眼的功夫，再睁眼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林立天瞬间被周围的环境吓了一跳，但很快便淡定了下来，以为自己是刚刚嗑药出现幻觉了，之前也经常出现过，全然不知自己已经进入到了地府。林立天，他们谁啊？给老子滚出来！吾乃地府之主林立天，你罪孽深重，今日本座就替世间公道来审判你。去你大爷的！什么鬼地府之主，装神弄鬼！老子怕你，有本事出来，老子弄死你！大胆，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还敢如此猖狂，跪下！言出法随一般，原本好好站着的林立天突然跪了下来，好像肩上突然承受了万斤巨力。林立天冷汗直冒，隐感觉有点不对劲，幻觉太真实了。林立天，6岁时诬陷同学偷窃，8岁时虐杀一窝小猫，12岁高空抛物砸死老人，15岁霸凌同学致人残疾，双眼失明，17岁当街殴打他人导致对方断了肋骨，20岁酒驾撞人并逃逸，导致受害者失去最佳救援时机，最终不治身亡，21岁侵犯一位女孩，导致对方精神失常。一项项罪责被公布了出来，而且非常清楚，从小到大所犯过的事情都在上面。直播间里的众人在听到这些后，所有人都愤怒了，这人简直就是天生的坏种。这他妈还是人吗？简直就是畜生！从小到大都是在做坏事，这简直就是天生坏批呀！就应该报警把他抓起来。报警没用的，没有证据。这家伙家里有钱，可以收买证人翻供，可以销毁证据。就今天，他都还从法庭里被无罪释放。林立天听到宣读自己的罪状，居然比自己记得的还要清楚。现实中自己都没吃过亏，竟然在这小小幻觉里面吃瘪，顿时恼羞成怒了起来。是的，这些都是老子做的，又怎么样？你们没有证据，奈何不了我，连法律都判不了我。你他妈有算老几？畜生，完全不知悔改！审判正式开始，林立天罪大恶极，现接受审判。话音刚落，林立天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了起来。此刻他终于开始怕了，人都飞起来了，这也太诡异了，真的还是幻觉吗？第一罪，诬陷他人，拔舌。
林立天惊恐地瞪大了双眼，他身子完全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舌头离家出走。很快，那剧烈的疼痛感传来，恐惧感更是席卷全身，双眼布满了恐惧，他害怕了，身体止不住地发抖。其他人也是看得目瞪口呆，残忍，实在是太残忍了。不过对于众人来说，越是残忍的方式就越看得更爽，这畜生罪有应得，爽！真是刺激啊！只是这惩罚实在是太可怕了，太爽了，真的是大快人心。对，就是要这样的方式，让这个恶人得到最恐怖的惩罚。主播牛逼，我们支持你。话说回来，这真的是地府吗？这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假的，只要看着解气，爽就是了。没错，爽就对了。此时的林立天已经没法说话了，他只能痛苦的哀嚎，要多惨有多惨。他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还要经历什么，这一下他真的怕了。但是然并卵，这些都是他应得的。第二罪上刀山。一排刀山拔空而起，直接刺穿了林立天的双脚，爽得他嗷嗷直叫。刀山底下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口大油锅，更可怕的是，最先出现的刀已经慢慢开始脱落，掉进了油锅里。要不了多久，就会轮到他脚下的刀了。要么上刀山，要么下油锅，往前走还能活，掉下去就成油炸鬼了。惊恐与疼痛让林立天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硬生生地拔出深深插在刀里的脚，往前面的刀踩去。看着林立天爆发出的惊艳舞姿与那高亢的男高音，直播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是满足，这绝对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这样的恶人也有这一天了，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我操，太他妈爽了！主播，不管是真是假，我都要给你刷火箭。这到底是电影还是真实发生的？有网友看着这些场景都不知道是真实发生的还是电影片段，只是没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此刻大家只知道对方在接受惩罚，在被审判，那就够了。这家伙流那么多血，会不会失血过多而死啊？哼，死了正好。不，千万别死啊！现在死还是太便宜他，应该再让他受点罪再弄死啊！哟呵，兄弟你牛逼，真乃毒视野，不过我喜欢。众人都想看到林立天更惨的下场。某个屏幕面前的一个中年男子此刻已经流出了泪水。这个男子就是张国峰，那个被林立天侵害后精神失常女生的父亲。老天有眼，终于大仇得报了。这一刻，张国峰嚎啕大哭了起来。他的仇人此刻正在被审判，是老天在审判，是公道在审判。这一刻，终于没有人可以再救下那个畜生了。玉儿，爸爸没用，给你报不了仇，不过你不用担心了，老天已经给你报仇了，你看到了吗？快点好起来吧，我的宝贝女儿。林立天此时已经很虚弱了，处在了临死的边缘。原来嚣张跋扈的富二代，现在尝尽了人间苦楚。他后悔了，不是他怕了。像他这种天生恶人的人，又怎么会后悔？他是真的怕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死亡的恐惧席卷全身，恐怖的气氛弥漫在周围。救妈，救我！在这个关头，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从小宠他到大的母亲。正是因为他母亲的溺爱，才造成了他的今天。在他小的时候，无论他犯多大的错，他母亲非但不责罚，反倒还会夸奖他做得好。他就渐渐地养成那样无法无天的作风了。就算是犯法了，他妈妈一样也会为他摆平一切。可现在却是不一样了，没有人可以再去救他。第三罪，下油锅。听到要下油锅，林立天激动坏了，直播间里的观众更是止住了呼吸。好家伙，真的是要下油锅！感情这畜生上刀山的最白手了，所有人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的镜头。无形的力量再次出现，林立天身体像被音响击，一点一点的往油锅落去。他很想呼喊，很想求救，很想求饶，可是嘴里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不断的手舞足蹈起来，眼神里满是兴奋与激动。不要啊！我不要下油锅，我想活着，我还这么年轻，我不想死啊！我还有很多福没有。我操！当最后下了油锅之后，就宣告着富二代林立天彻底嗝屁了。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震惊不已，这地府审判的手段真的太可怕了。这是死了吗？好像是死了，不过这也是他罪有应得。太可怕了！别说是炸油锅了，就算是炒菜时溅到2滴油，我都疼得不行。看来这地府真的太不一般，神秘莫测啊！
这个主播到底是谁？查到没有？无法追踪到对方的 IP， 无法确定身份，后台被一段神秘的代码控制着，我们无法对这个直播间进行任何的操作。这突然蹦出的地府审判直播间内容太过于震撼了，直播平台现在必须要弄清楚对方的身份。可是查了许久，他们发现这个账号根本就不存在，好像凭空出现的一样。你个鸡巴的你！先修复后台的漏洞，这个影响太大了，必须要管住，同时联系刑侦队，这些事情无论是真是假都要查清楚。刑侦队队长李克看着直播平台送来的视频，脸上原先并没有多少表情，不过看到审判的对象以及那些惩罚，不由倒吸了口冷气。队长，刚刚接到报警电话，林立天出事了。什么？林立天？李克眼神微变，没想到在这视频审判结束之后，林立天也接着死掉了，还是被烧死的。而之前的审判最后一步恰好就是下油锅，两者之间似乎有相通之处，好像是存在一种冥冥中的关系。走，先去现场看看。审判结束，罪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直播得到大众不错的评价，奖励500点功德值，收到了打赏230863元，是否转化为功德值？这个时候，秦风才注意到自己在直播的时候竟然收到了23万的礼物打赏。不过现在钱对于他来说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他现在已经是地府之主，赚取功德值重建地府反倒更加急切。至少地府门面第一道鬼门关得先弄好，刚好要修复好这个鬼门关，就需要500点功德值。转化功德值。转化成功，宿主获得230点功德值。修复鬼门关。一道金光亮起，原先的破败碎裂的鬼门关似乎被重铸了一般，整个鬼门关此刻焕然一新，变得恢宏气派了起来。这就是真正的地府底蕴。法医鉴定过了吗？确定这真的是林立天吗？是的，队长，已经鉴定过了，人是在椅子上被烧的。可奇怪的是，椅子一点烧过的痕迹都没有，就好像是人体自燃的一样。听到这话后，队长李克的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这事情比自己想象的更复杂、更诡异。李队长，我要知道凶手是谁，是谁杀了我儿子？林若松压抑着自己的心里的怒火，如果让他查到是谁对自己儿子出手，他一定要加倍奉还。林总现在还在调查中，等有结果了，我们会通知你。对了，林总，你知道令公子被审判的视频吗？什么审判？什么视频？无论你是谁，我一定会找出你。我要让你接受比这更痛苦10倍的手段。他不信有什么地府，他认为这是一个专门复仇的组织，很可能是自己的某个竞争对手。小龙，你帮我去查一下，这几年和我们公司有业务竞争的都有哪些人？我要马上知道结果。这是林若松对于这张卡片太熟悉了，今天儿子到家还拿了一张给自己看，两人都以为是竞争对手搞的鬼，已经让手下拿走开始调查了，没想到现在竟然又冒出来一张。罪人林若松今夜12点整拘押地府进行审判，阎王要你3更死，绝不留你到5更。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晚上12点。正在锁定目标，锁定成功，目标所在环境，准备开启直播。太好了，又开始了，这次又是大别野，看来要审判的人又是个有钱人了。法克，有钱人咋那么多？主播这是跟那些有钱人杠上了？有钱多是土狗辈，这些有钱人赚的钱恐怕都是来路不正的，他们手里犯的事肯定比你们想象的更多。今天的主角竟然是金海著名企业家林若松。林若松，那不是之前那个富二代他爸吗？有意思，我已经等不及审判的开始了。主管，神秘代码又介入后台了，已经又强制夺取了控制权限，我们根本关不掉。老陈，什么事？老李，地府审判直播又开始了。这么快？这次审判的人是谁？林若松。什么？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阎王要你3更死，绝不留你到5更。
林若松眼神微微一变，他没想到对方手段会这么诡异，眨个眼的功夫，自己就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这里。不过他没有惊慌，而是捏紧了众生平等气。这个人一看就是狠人啊！你们看他的眼神好凌厉，好镇定啊！那当然，过去很多有钱人的第一桶金都是不干净的，这样一个黑人手段都不会差。那这次主播会不会栽在这个人手上啊？不好说，得看主播是不是真的来自地府。如果是，那倒不用担心；可如果不是，是人装的，那就不好说了。还有多久到林若松的家？李队，大概还有10分钟的车程，速度再快点。李克只想尽快赶到林若松家里，一是看能不能抓住所谓的地府之主，二是即使林若松犯了罪，也要由法律来审判，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林若松，你可知罪？听着突然冒出的声音，林若松脸色不变，他看向四周，暂时还找不到来人在哪里。我有什么罪？你又凭什么给我定罪？凭的是公道，凭的是正义。正义。这年头谁都可以说代表的是正义，我也可以说我代表的就是正义。这家伙确实是很会诡辩，能把企业做那么大，是真有2把刷子。只可惜心术不正，做了太多的坏事。秦风不可能放过他。你可还记得大松沙场旁埋着的2具尸体？听到这话后，林若松的眼神微变，表情终于起了一丝变化。他当然记得那2具尸体，因为这是他当年创办沙场实杀的人，也是他第一次开始杀人。明人不说暗话，这位朋友藏着掖着不算真英雄吧？对于这样一个知道自己秘密的人，林若松只想干掉对方。只要对方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绝对不会2话就开枪，这样既能报仇，也能把所有的秘密掩埋。秦风没有回应对方，而是继续宣读对方的罪行。林若松1997年开沙场期间，因为竞争冲突杀害3人；1999年因利益关系杀害1人；2003年强行侵犯女下属；2006年强行侵犯1名女学生；2010年这样3个。住嘴！你到底是什么人？当众人得知林若松的罪行后，一个个都震惊到了。林若松虽然没有承认，但是也没有否认，这就证明了地府之主说的是真的。这家伙是真的狠，说杀人就杀人，比他儿子还要更狠。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地府里每个罪人都有一个罪恶值，只要满100就会进入审判名单。要知道，他儿子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也不过是才250罪恶值，但是他却是高达500罪恶值。魔鬼，这才是真正的魔鬼，简直不是人。难怪主播这次会审判他，原来他做的那些事那么可恨，10几次都不足惜。要不是主播，说不定这家伙一辈子都会逍遥法外。而他只要还在外面逍遥1天，就还不知道有多少女生会被他害。李队，你说我们还要去保护这样的人渣吗？李克沉默了，他其实也很想跟其他人一样怒骂，然后看着对方被审判，但是他不能，因为他代表的也是正义，是程序上的正义，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自己亲手抓住对方才有意义。继续开车。废话说那么多干嘛？有本事就出来！你看我弄不弄你就完了。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今日本座。随着枪声响起，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人想到林若松藏了枪，而且还开枪了。更诡异的是，中枪的人居然是他自己。神，什么情况？好家伙，枪都出来了。不过他干嘛要自残呢？该不会是在忏悔自己做过的坏事吧？你想多了，这种人渣怎么可能会忏悔？不过他明明是对着迷雾射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中枪了，着实有点诡异。怎么会？林若松现在已经懵了，秦风的身影虽然显现了出来，但是却有一团迷雾遮住，对方就好像是站在黑暗之中一般，谁都看不清楚秦风的真实面貌。是你搞的鬼！无知，就凭一把枪就想杀我？你对我的力量一无所知。失去了最大的倚仗，林若松整个人都傻眼了。本以为可以借助这武器反杀，没想到小丑竟是他自己。那诡异莫测的手段，如神一般操控着一切。其他直播间里的观众也是看得目瞪口呆。我的天，这是主播搞的，这到底是什么手段？特异功能吗？主播太牛逼了，肯定是地府之主没错了。果然，这世间太多的恶魔需要主播这样的存在来净化。林若松，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你所犯的那些事已经足够你死100遍了。这下终于轮到林若松慌了，听到要死了从来不怕的他，终于有了一丝恐惧。我们可以打个商量，你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100万。不，
1000万，只要你放过我，这1000万就是你的。在这个关头，林若松试图想用钱来收买秦风，可是秦风的眼神冰冷，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这林若松死到临头了，居然还想用钱来收买主播啊！可惜他打错审判了，主播肯定像我一样正直，不会被收买的。见秦风还是不为所动，林若松继续加大筹码，1亿，不，3亿，3个亿。我操！多少？3个小目标，我感觉正直的我开始有点晚了。这林若松太可恶了，也不知道主播能不能抵得住诱惑，换我估计抵不住，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好，3个亿。游戏。听到这话，林若松脸上一喜，随后就是满脸的不屑。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事情是钱搞不定的，如果有，那就加钱。等你接受审判，死了之后，这些钱我会帮你转入慈善基金。操你！林若松罪大恶极，现接受审判。第1罪，杀害他人，上刀山。这一刻的林若松终于害怕了，这是他从自己儿子被审判视频中见过的画面。现在轮到他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所谓的上刀山有多可怕。看着被刺穿的双脚以及开始掉进深渊的尖刀，虽然没有儿子遇到的油锅，但是如果从这么高掉下去，不得东一块西一块，毫无退路的林若松只能咬紧牙关，走上了儿子来时走过的路。看着他这个惨状，众人非但没觉得一点不适，反倒是觉得还不过瘾。毕竟林若松犯下的事太可恨了，人神共愤。主播牛啊，3个亿都不放在眼里，我还真怕主播被收买了。没错，我都以为主播是真要收钱不审判了。这林若松真是有其子必有其父，连上刀山都是神同步啊！太过瘾了，我要给主播刷跑车。主播太给力了，这嘉年华不得走一个啊！林若松已经开始被审判了，再开快点，开快点！马上！警员一边回应队长，另一边却是慢慢松了油门。听到林若松被审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地府之主多点时间，让其先惩罚罪人解气，然后再抓人也不迟。第2罪，强暴罪。生出如此罪恶的畜生，还侵害他人的脏东西，不要也罢。当罪恶根源小牙签被切除后，林若松激动得合不拢嘴，肆意地舞蹈了起来。看着这一幕，整个直播间瞬间安静了下来，男人们只感背脊发凉，都忍不住看了看自己好兄弟。不得不说，这一个刑法要比刀山狠太多了，简直是杀人诛心。林若松越惨，大伙越是解气。谁说人的悲欢不相通？我现在就能感受到那畜生的痛苦了。我也感觉有点痛苦，不过真的爽爆了。嘿嘿，主播太会了，这牙签切出手实在是太给力了。不要说你们男的，我一个黄花闺女都觉得痛呢。太好了，罪人不能再作恶，女同胞们这下终于安全了。第3罪，泰山压顶。哎呦，这个怕是有点痛嘞，估计他也感觉不到痛，人都被砸晕了。该不会被那小石头砸死了吧？小弱鸡啊，这是。第4罪，下油锅。掉进油锅之后，林若松就彻底死了，死得极为凄惨，比他儿子林立天死的还要更惨，生前遭受到的刑罚也要更残酷。审判结束，恭喜获得1000点功德值。这次的奖励比上一次足足多了1倍的功德值奖励。上一次审判林立天，也就是才500点功德值，现在他爹这边竟然给了1000点功德值，老子不愧是老子，奖励都更多。有了这1000点功德值奖励，秦风又可以继续修缮他的地府了。这一次他要修缮奈何桥。本次直播收获打赏568352元，是否转化成功德值？转化功德值。转化成功，获得560点功德值。修复奈何桥。在亮起了一道金光后，原先变成了断桥的奈何桥顿时恢复如初了。这时地府也渐渐的有了一些雏形样貌。修复完地府之后，秦风还要把林若松名下的那些钱都转到慈善基金上。当然，这个慈善基金不是骗钱的那种，而是真正做慈善的。花费了50点功德值，随后在林若松账户上的钱就消失了。转移成功，目标账户所有金额已成功转入目标基金账户。林若松都死了，怎么还没到？小林，你搞什么？
我也不想啊，队长，我一直在加速了，只是这车实在太慢了，不能怪我啊。那你不会换台快点的车子啊？这人都死了，多耽误事。李队，我已经换了，这次出来的急没开，下次出任务我就开上。在哪里换的？贵不贵呀？便宜的很，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划算，等忙完我也去看看，刚好买一台带家人去旅游。那你下次记得开上。好的，队长，我们到林若松的家了。李克看着林若松被烧焦的尸体，同时身上还有6个弹孔，脚上10来个刀口，小牙签更是不翼而飞。要是见多了血腥的场面，李克也不得不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来得太晚，根本都没找到所谓的地府之主。李克沉默了许久，才叹了口气，这人也算是恶有恶报吧，做了那么多恶事，最后得到了报应。等尸检报告出来，身份验明，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至于之前跟林若松有关的陈年旧案，晚点带人去找尸体，把被林若松杀害的人尸体都找出来。是，队长。同时联系直播平台的陈主管，这影响太大了，必须要降热度，争取尽快查到地府之主的身份信息。是，队长，我马上去。哼，地府之主吗？不管你是谁，我一定会抓到你的。队长，尸检报告已经出来，确定就是林若松，还有以前死在林若松手里的人。我们安排的同事已经把他们的尸体都找到了，买尸位置和地府之主说的完全一样。我知道了，联系一下他们的家属来验 DNA 认领尸体，争取早日让他们入土为安吧。是，队长。李克表情微变，一开始他还不相信地府之主说的话，但是现在所有尸体都被找到，而且一个不差。一直以来这些案子都是悬案，都是以失踪案来定，没想到由于地府之主的出现，全部破案并更改为凶杀案了。李克也不得不承认，这都是地府之主的功劳。次日，京海市局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会议的重点就是对林若松父子审判死亡事件以及地府之主的事情进行讨论。局长罗达明严肃地看着众人，缓缓开口道：诸位应该都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在短短几日的时间，就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造成了巨大影响。诚然，对方的出现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帮我们找到了坏人的罪证和线索，可他的方式同样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们是不赞同的。我们代表的是程序上的正义，所以做什么事一定是要合法，只有符合程序，那么才算是真正的正义。局长罗达明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地府之主的做法只能算是公道上的正义，不合法。此次事件上面也极为关注，希望我们可以加大力度去处理好这件事，最好是先找到对方，确定对方的身份。如果能劝对方能跟我们警方合作，那是最好的了。如果不能，那就管控起来。接下来就让接触案件最多的网监部和刑侦队的2位给我们汇报一下具体情况吧。我先来说吧，我们初步怀疑对方这个叫做地府审判的存在可能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黑客高手。因为这个黑客高手的存在，可以躲避我们网监处的查探，还有从直播的画面来看，无论是图像处理还是直播的视角，这显然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众人在听到陈巡所怀疑的话后，都纷纷陷入了沉思。这样的手段确实不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这背后说不定真的是一个组织。不过我们这边已经向上面申请协助了，相信下一次我们可以找到对方的 IP 所在，到时候这个地府之主的身份就可以真正揭晓。好了，我汇报完毕。听完网监陈巡的话，局长罗达明沉吟片刻，便把目光放到了李克身上。李队长，你也来说说吧。被审判的2人，我们通过尸检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2人在生前都遭受到了利刃割伤，这跟直播视频里显示的刀山地狱几乎是一样的。同样，我们也从对方的尸体上发现了大量的油脂，这就意味着2人真的被油炸过。所以我怀疑这个地府之主可能不是一般的人，当然也可能是对方在审判完2人后，再弄出了一个死亡假象出来，用来迷惑他人。这个地府审判直播非常神秘，一时半会之间我们也难以弄清楚，所以我建议我们这边也成立专项行动小组来应对，找到对方，挖出对方，尽量的让对方跟我们进行合作。我同意李队长的提议，我们确实是要成立专项小组，用来应对这次的事件。俺也一样，俺也一样。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么现在这个专项小组就正式成立，代号为猎人，李克为组长，陈巡为副组长，协助李克进行应对这次事件。猎人行动正式开始。是。自从经历了2次地府直播审判，网络上讨论此事的热度一直高居不下，每时每刻都有人聊起地府之主。这地府之主审判可真过瘾啊！我看以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还怎么躲过这个审判？是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钱和权势躲过法律的制裁，可是却不一定能躲过地府之主的审判。我觉得那些犯了事的现在一定瑟瑟发抖了。那
那可不，你们看这地府之主的手段多可怕啊！又是刀山，又是油锅的，又是切牙签，想想我都头皮发麻了。你怕什么？只要你不犯事，怎么也轮不到。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会是什么时候，下一个中奖的人又会是谁？众人不由期盼了起来，已经在开始等待着下一个被审判的人了。在外界闹得沸沸扬扬，各种动静的时候，作为主人公的秦风却是坐着公交准备去一个地方，那就是他被人陷害并获得了地府之主身份的地方。他想去那找一些线索，看谁要置他于死地，这个仇他可不会忘。流氓！流氓！忽然的一声尖叫，只见两个女生满脸怒气地瞪着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油腻男人。我说小姑娘，你不要随口污蔑好人啊！中年油腻男子大声嚷嚷了起来，咋一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冤枉了他一样。秦风看着对方的一举一动，甚至是眼神里的那丝得意，就知道这人在撒谎。我怎么污蔑你了？明明就是你刚才用手摸我，还那个。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没有证据就说别人，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你穿那么少就是在勾搭我？你真怕被别人碰到，下一次可以去打的士，这样也没人可以碰到你。你是啊，小姑娘，你是不是看错了？就是车晃来晃去的，被人碰到了有什么奇怪？现在的小女生要么露腰，要么露腿的，谁知道是做什么的？你眼看周围的人都不信自己，一个个如此冷漠，女生更是感到心寒和委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都快哭出来了。你们不帮忙就算了，还在这里说风凉话，还是不是人啊你们？女生身边的闺蜜也怒斥这些人，觉得他们的话跟这个中年男子一样可恨。我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确实是这个人在欺负那个女生，故意往人家身后去蹭。我操！这下有了目击证人后，周围人看向中年男子的目光也不一样了。中年男子看秦风出来就指证自己，顿时脸色微变。这小子就是在胡说，大家都别信他，说不定这两人就是一伙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我。小子，我告诉你，没有证据的话，我可以告你诽谤。不好意思，刚才在玩手机的时候，刚好打开摄像机，不小心拍到了你摸人家女生的画面。中年男子瞬间脸色变了，他没想到眼前的这个男生竟然用手机拍下了画面。见对方手上有自己的证据，中年男子也不装了，刚好看秦风的身体也比较瘦弱，顿时脸色一狠。小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否则后果自负。哦，是吗？我倒要看看怎么个自负。看到周围的人一副不想惹事、不想管这些闲事的样子，中年男子这边的底气就更足了。他就是笃定了周围人不敢上前来帮忙。现在社会大家都是高高挂起、事不关己的心态。那就让我来教教你，管闲事的下场是什么。要不就算了，别受伤了。女孩紧张地看着秦风，害怕他因自己而受伤。放心吧，我没事，就这个小瘪三，我还没放在眼里。在看到秦风的笑脸时，女孩的内心莫名安定了不少，好像眼前的帅小伙可以解决一切。小子，以后眼睛放亮一点，不是什么事都可以瞎管的。我错了，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流氓，我该死，我不应该做那么猥琐的事情，不该摸你，更不应该做那种动作往你身上蹭。中年男子一边说着道歉的话，一边扇自己巴掌，突如其来的反转让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刚刚还很嚣张的男子，怎么一下子就跪下认错了？这就是秦风审判之眼的第二项能力——控制，强行控制住对方，随后给对方下达了一个指令：认罪，然后道歉。我早就看出来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人了，看来以后不能让我女朋友一个人坐车了。我操！兄弟，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哪里找的？我怎么不知道？哦，那是我在爱聊上面认识的。哦，我听说过，靠谱吗，兄弟？必须靠谱。爱聊上线自动匹配同城单身男女朋友，真人认证头像就是本人，喜欢哪个直接聊，语音视频都可以。里面的小姐姐温柔主动，很会聊天。我和我女朋友聊了2天就出来见面了，非常投缘，这年底都打算结婚了。义父，快教教我怎么弄，我也要脱单。链接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你直接点击就可以了。现在下载还有新人速配福利，一个人久了想脱单的赶紧去试试吧。好的，义父，我现在就下载，事成了，请你洗脚。我呸！原来真的是人渣，好恶心！他刚刚还站在我旁边来着，不敢想象我差点就被他那个了。臭流氓，去死吧！啊！Genie baby, baby, Genie baby, baby.
这样的人就得让他受到制裁，必须送派出所。没错，师傅，送派出所吧。哎，要是去派出所，我们时间赶不及了。就是我还要去超市抢鸡蛋呢，哪有闲工夫跟你们瞎闹啊？不去的人现在就可以跳车。什么？准备要炸毛的老太婆对上秦风的眼神瞬间闭嘴了，不知道为什么，秦风的双眼让他感到莫名的恐惧。众人把猥琐大叔扭送到派出所，并简单录了口供。秦风在车上使用审判之眼查看了他的罪恶值为53，还达不到100罪不致死，也就没有审判了。扭送派出所是最好的结果。不多时，众人便再次回到了车上。刚才真的很谢谢你。没关系，我想就算是换做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你真是个好人。我叫苏艺柔，这是我闺蜜赵涵，我们都是京大的学生。你呢？秦风，我看你也年纪不大，你也是学生吗？不是。那个，我能加你一个联系方式吗？其实秦风很不想加，但看在对方那一双真诚而渴望的眼神，最后秦风还是拿出了手机。加完好友后，秦风便闭上了双眼。也不是秦风高冷，而是他觉得自己跟对方只是萍水相逢，以后肯定不可能再见面了，所以没必要聊太多。苏艺柔看着闭着眼睛的秦风，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小柔，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没有啊，你不要乱说，等下别人听到了。我只是觉得他帮了我，应该请他吃一顿饭，感谢他一下。闺蜜赵涵撇嘴，这什么话都写在脸上了，还说没有。不过喜欢也正常。秦风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站了出来。秦风长得不差，身上也有特别的气质，很难不心动。要不我过去帮你说吧？别，还是不要了，看他好像累了，还是算了吧。呆，这傻丫头没救了，情窦已经初开了。很快，秦风就到站下车了，来到自己之前出事的地方。这是一处小河桥边，他有些记忆已经不是很清楚了。隐约间，他只记得自己牵扯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遭人袭击。秦风看向四周，并没有任何当时的记忆出现，想不起来当天具体发生了什么，就好像是那一日的记忆被抹除。他只记得当时自己差点死了，然后就幸运地成为了地府之主。秦风在这里逛了一圈，也没有发现特别的东西，看来还是只能慢慢来了。他相信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找到线索和真相。哥哥，你要买花吗？正在秦风陷入深思的时候，一声弱弱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只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就站在他的旁边，穿着一件缝了好几个补丁的小裙子，手里还捧着一束花，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收款码，正眼巴巴地看着他，看起来有些可怜。秦风半蹲了下来，语气很是柔和地问：小妹妹，你一个人吗？你爸爸妈妈呢？小女孩却像是没听到秦风的问话，继续重复着刚刚的话。哥哥，你要买花吗？要是换成别人卖花，秦风肯定不会买。他买花来干啥？和屏幕前的人一样，没有女朋友，没有可以送的对象，买了也是浪费。买，这些花哥哥全买了。真的吗，哥哥？但是买这些花之前，哥哥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回答了，哥哥就买。听到秦风要问他一些问题后，小女孩下意识地往一个方向看过去。秦风顺着那方向看去，只见远处站着一个黑影。秦风眉头一皱，心中泛起了疑惑。他意识到有人在监视着小女孩。这个可是叔叔不让你跟别人说太多的话。监视孩子还不让和别人说话，难道是坏人？说不定还是人贩子。秦风的眼中闪过一道厉色，如果真的背后有人贩子的话，那他可不能不管了。你说的叔叔是在那边吗？秦风暗示着小女孩，小女孩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这一下秦风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测，这背后肯定是有人贩子的踪迹所在，他们控制着孩子，让这些孩子给他们谋取利益。妮妮，你是叫妮妮吗？对的，哥哥，我叫妮妮。妮妮，你平时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吗？没有，妮妮没有爸爸妈妈一起住，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了。妮妮好想爸爸妈妈。妮妮乖，那妮妮现在住哪里？妮妮和一些哥哥姐姐跟着叔叔他们住，但是叔叔他们很凶，他们很坏，动不动就会打人，要是没有完成任务还不给饭吃，还会把人给关起来。昨天小熊哥哥就没完成任务，然后叔叔就不给他吃饭，还好妮妮藏了半个馒头给了小熊哥哥吃。随着听到小女孩的回答，秦风心中的怒火都被点燃了。这时他注意到了小女孩手脚被打时留下的痕迹，连这么小的小孩都下得了手，还经常不给吃饭，这伙人贩子真的是毫无人性可言。畜生，该死！老三这边怎么还没回信？也不知道找没找到那个死丫头。这死丫头不听话，看来等回来后得好好教育一顿了，好让他们长长记性。张振郎眼中闪过狠色，他这样的狠人疯狗，要的就是这些小孩听话害怕，不让他们害怕，怎么控制得住？大不了也把这死丫头的腿打断，省得那么麻烦。不过那小子应该不是警察吧？想了想，张振郎还是打算给老三胡子打一个电话。只是当他打电话过去询问的时候，却发现没办法打通。
怎么回事？不方便接，还是出事了？随即，张振朗立马给老二和老四打去电话，得知两边都一切正常，然后就把联系不上胡子的情况跟两人也说了。他们倒是不担心这个地方被供出，就算是胡子被警察抓了，对方也不会透露这个地方。这是什么东西？谁放在这的？罪人张振朗，今夜12点整拘押地府进行审判，阎王要你3更死，绝不留你到5更。操！真他妈晦气！张振朗的脸色一变，地府可是人死后要进入轮回的地方，他觉得像他这种人死后肯定是下地狱的，而且还是18层地狱，因此看到这个的时候，心情顿时就不爽了。谁放的？老二还是老四？至于老三，就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肯定不会是他。会不会是老二？这小子一肚子鬼点子，心思阴沉，平时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能见我这的只有他们3个，又或者是3人串通好的，想篡我位。想到他们几个人可能想取代自己的位置，张振朗脸色不由凶狠了起来。与此同时，这样的一幕也发生在另外2个人身上。谁弄的？是老大。难不成老大知道我背地里做的哪些事，所以准备敲打我？王启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他的脸色变了变，他现在还不能跟老大闹翻，所以还需要稳住对方先。他陷入了沉思，开始想着对策。老四李跃进的脸色也是变了变，他的内心则是显得有些害怕。作为一个捞偏门出身的人，他比较相信鬼神一说，因此在看到地府通知单后，他心中微微一颤，他总感觉自己好像是被什么盯上一样，让他有些慌张。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晚上12点。正在锁定目标，锁定成功，目标所在环境，准备开启直播。我操！主管，地府之主又上线了，神秘代码入侵后台服务器，我们设置的3重防火墙被攻破，对方又完全夺取了我们的后台控制权限。这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这么厉害？他们平时极为自信的防御，可是在对方面前就像是纸糊的一样，对方总能找到他们的系统漏洞，从而控制整个系统。上线了，快！地府之主的直播开启了。快追踪他的地址，锁定他的位置，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马上放出诱饵。猎人行动启动后，网监部第一时间采用了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最新型技术，这也没办法，之前他们的那些办法和措施都完全不是对手，新技术的采用或许可以起到奇效。好的，已经放出诱饵，稳住，让对方先上钩，先别急。上钩了，哈哈，锁定他的踪迹了。呀呼！太好了，地址锁定在哪里？啊？怎么了？说啊，在哪里？在坦尼亚。什么？追踪了半天，最后追踪到的只是一个诱饵，恐怕对方早就在准备了，在国外设立了一些假的地址，就是为了吸引他们上钩。现在虽然找到了，但是地址却是错的。这个家伙，陈寻气得牙痒痒，但也没办法，这一次交手还是对方棋高一招，他们依旧没找到地府之主的地址。老李，看你们的了。刚刚接到通知，地府之主再度开启了地府审判直播。这次是我们成立了猎人行动小组后的第一次行动，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很好，李克满意的看着手底下的这一堆精兵强将，一个个充满了斗志。他相信最终胜利的人一定会是他们。哈哈，终于等到主播的直播了。有段时间没看了，我还以为主播失踪了。主播可是地府之主，谁敢绑架他，恐怕还没绑架人，对方就得被审判了。哈哈哈，说得很对。不知道今天主播的审判的人会是谁，做了什么坏事？目前为止，众人现在知道审判的2个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坏人，警方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公布了对方所犯的那些事情。这人是谁？这长相一看就不是好人啊，看起来有点凶吧？难怪算命的说看面相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怎么样。眼前这个人的面相一看就不是好人，好像一个悍匪。这是坏人，绝对的了，就是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马上调查他的资料，看看有没有案底。男子名叫张振朗，曾因伤人进过2次监狱。李克很清楚对方会被地府之主盯上，恐怕对方所做的事情不止这些，那么对方肯定还犯下了其他不可饶恕的罪。查一查自出狱后张振朗都做了些什么事，还有他人现在在哪里？是队长。这他妈是哪里啊？我不是从家里出来的吗？怎么一下子就到这里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你们怎么都在这里？这他妈是哪里？张振朗心里震惊不已，他刚刚只是走出家门，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且一直联系不上的其他人也都在这。我操！什么情况？这次怎么这么多人？我也懵逼了，听他们叫对方的称呼，难道是兄弟？不会都是犯了事的吧？你们说主播这次会不会是要同时审判几个人？哦，很有可能。你们看这几个人的样子，完全不像是好人。查
查，把这几个人的资料全部给我查出来，马上找出他们的位置。是队长。李克眉头紧锁，这次直播居然出现了4个人，难道是团伙作案？如果是的话，那事情就很严重了。我们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是哪里，我也是刚到这里。老大，你这是……很快，众人都看到张振朗提了一个旅行袋，一眼就看出里面装的都是钱。我刚刚联系不上你们，以为你们出事了，所以准备先找个地方藏身看看情况。几人一听这话就清楚，对方这是想提前跑路，很明显，对方这是想抛下他们不管，然后带着钱离开。虽然心里有不爽，但也不好明说，现在还不是闹掰的时候。当前最要紧的事情，还是要先弄懂这里是哪里，然后要怎么离开。老三，你最先来的，说说你这边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看着那小子带着你那死丫头离开，我就追了上去，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进入了一个地方，怎么都走不出去。后面没多久，老二老四也跟着来到了这里。地府，这里一定是地府，那地府通知单果然是真的。李跃进颤抖着声音说道，几人中就只有他一人笃定地府的存在。听到地府通知单，张振朗和王启发心中一跳，他们忽然想起自己今天收到的地府审判通知单。老二，你知不知道地府通知单的事？老大，我知道你怀疑我，但是这不是我做的，而且我也收到了。我怀疑背后有人在针对我们。什么地府？你们别说谜语啊！现在这情况就应该快点想个办法，怎么出去再说。老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好了，我们几兄弟一起齐心合力，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老四，把嘴给我闭上！各位，欢迎来到地府。谁在说话？你是什么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做什么？我们应该跟阁下无冤无仇吧？如果你要钱的话，我们可以商量，10万还是20万都不试试。几人还搞不清楚秦风的来路，打算先用钱试探。哈哈哈，10万20万，这也太小气了吧！上一个被审判的那个老板，那都是花了3个亿买命的。你觉得你们做的那些事情，这些钱可以买你们的命吗？50万，我愿意出50万，只要放过我，50万就是你的了。李跃进大喊了起来，他是真的怕了，真的怕死。其他人一见到李跃进说给那么多钱，脸色一变。我也愿意出50万。这样一来，4个人就是200万。如果对方要钱的话，200万应该足够买命了。看来你们靠小孩赚了很多钱啊！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每拐走一个小孩，会破坏多少家庭，让多少人妻离子散，一辈子见不到自己的至亲骨肉啊！我操！秦风的这番话瞬间就在直播间里炸开了锅，不知道多少人痛恨人贩子，人贩子的可恨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罪犯。拐孩子，这些人是人贩子。原来这些人是人贩子，看他们这架势，恐怕不知道拐卖了多少孩子。那简直该死啊！主播绝对不能轻易地放过他们。主播你走开，让我来审判这些畜生。瞬间，整个直播间的气氛都被带动起来，愤怒，无比的愤怒。人贩子，查一下这些人所经之处，在当地的孩童失踪案件。是的，队长。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先地府之主一步把这些人抓起来，但是如果能从这些人身上侦破被拐孩子失踪的案件，那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你是警察？张振朗反问一句，他怀疑对方是警察，在套他们证据。我乃地府之主，今日就是来审判你们罪行的。操！什么鬼地府之主？别装神弄鬼了！你想做什么？划开一条道来！别急，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吧。话音刚落，4人各自面前凭空出现了一把武器，诡异的手段让众人不由得一惊。这才是秦风的目的，他这次就是专门设计了这些游戏来审判这4个人，他要让他们4人体会一下那种真正的绝望感。游戏很简单，你们不是喜欢打断小孩子的手脚吗？现在只要拿起你们面前的武器，打断或砍断任意一个人的手或者脚，就算过关，重复打一个人的不算。你以为我们会屌你吗？不打没关系，后果我就不多说了，可以看看你们的头顶。在秦风的提醒下，众人抬头看向头顶，只见头顶上有几只明晃晃的架箭，正在指着他们所在的位置，箭头透着寒芒，让人看得心里一阵发寒。不用想都知道，被淘汰了，那就得被这些架箭射成一个刺猬。想离间我们几个好兄弟。老四，你疯了，那是老大。你要是想死，我不介意也给你来一刀。你特么真的是疯了。二哥，你哪条胳膊和腿是没用的？我操！我特么哪条都有用。胡子，你特么也疯了吗？你不是我们四海帮的最强打手吗？这样就被吓唬到了。他这是在让我们自相残杀，好做收渔人之利。我们这时候绝对不能起内讧，要义气。
二哥，你还是一样那么多废话，你全身上下也就那张嘴会说，反正你平时也不用跑腿做事，我就帮你一把，免得你脚趾甲长了还要浪费时间剪。他妈的畜生啊！畜生啊！陈三虎，你这狗篮子偷袭老子！二哥，这可是你教我的，对人不狠，那就是对自己狠呐。我只是把你教我的用在你身上而已，你真当我四肢发达，头脑就简单了？你。姓李的，老子带你赚钱，对你这么好，你居然敢阴我，你还特么是人吗？我不是人呐，我到底是不是人呐？呵呵呵，当然是人了。妈的！很好，恭喜两位过关，暂时不用死了。感谢地府之主大人不杀之恩，感谢地府之主大人不杀之恩。错，是3位。哦，错，是4位。去你丫的！看来结果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只有1个没通过。既然没有通过，那就接受惩罚吧。空中的弩箭慢慢调转了方向，一个个都对准了王启发。在死亡的威胁下，王启发满眼恐惧。你到底是谁？杀人可是犯法的，我们之间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害你吗？到了现在，你还没有任何忏悔，人在做，天在看，你是不是忘记你做了什么？罪人王启发与张振朗、陈三虎、李跃进等人一起合谋，成立了四海帮，当起了人贩子，拐卖妇女儿童。3年前，拐卖一位女大学生，见色起意，侵犯了对方，并将其杀害。同年又拐了37名儿童，几年时间内，拐卖的人数多达100人。你们不仅卖孩子，还控制了一批小孩，利用他们来赚钱。不听话或者是想跑，你们就打断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当残疾人去乞讨，一辈子都毁在你们手里了。我的妈，那些都是还没成长和盛开的花朵。主播，我给你扫火箭，一定不能轻易地放过他们。我算是理解主播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了，恐怕主播也是想让他们体验一下这样的经历。没错，他们打断那些小孩的手腿，所以主播就用这种方式让他们砍断自己的手腿。老子平生最恨的就是人贩子，千万不要给老子碰到，不然一定弄死他们。主播一定要狠狠地虐死他。刚才我还觉得主播的手段过于残忍，现在我认为还可以更狠一些，让他们体验各种残酷的刑罚。最好把古代那些酷吏惯用的手段拿来使用。就连见惯了各种犯罪的刑侦队队长李克都被启发两瞪大眼睛。这些禽兽，这些都是孩子啊，他们怎么下得去手的？见自己等人所犯之事都被查得一清二楚，王启发自知难逃一死，既然不让苟活，那就死得硬气一点。那又怎么样？只要能赚钱，他们就是我的牺牲品。以前那些枭雄成大事的人，哪个手里不是沾满了血腥？畜生还不知悔改，惩罚升级，让你体验什么叫做生不如死。上电刑！我去，好重的味道！这是一个有味道的直播间。既然都已经尿了，主播干脆再把它打出事来。一股难闻的味道从王启发裤裆散开，让其他3人都变了脸。他们就在旁边，都感受到了那电刑的威力有多可怕。上火刑！随着火苗的升起，原本被电晕的王启发瞬间被滚烫的火焰烧醒，叫得格外凄惨。杀了我吧，我受不了了！老3、老4，帮我，快动手杀了我！只是不管他怎么叫，陈三虎和李跃进都无动于衷。他们又不是傻子，这么大火，谁愿意过去惹火上身？何况现在大家都闹翻了，自保才是最重要的。李队，这会不会太过火了？过火吗？你想一下，被残害的100多个孩子，你觉得过火吗？要是里面有你的小孩，你还觉得过火吗？这。李克沉默了，他其实也不知道，因为他知道会被秦风这么对待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特别是刚刚他让人去调查失踪的人员案件，不查不知道，一查顿时触目惊心。如果不是因为身份的缘故，说什么自己都要上去踩2脚了。就这样烤了2分半钟，王启发已经去了半条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秦风特意把火候控制得刚好，烧得人嗷嗷叫的同时，又不至于被烧死，而是慢慢的折磨。上死刑！王启发死了，可剩下3人却并没有高兴，他们有种不祥预感，总觉得今天自己走不出这里。好了，游戏玩完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利用你们手上的武器活下来，但是只能活一个。当秦风轩读完这个规则后，3人的脸色狂变，这一手玩得太狠了，直接让3人完全失去了信任。谁想活下来，那么就得把周围的人都弄死。我去，主播玩的这一手妙啊！哈哈哈，这个玩法有意思，利用人性直接让他们内讧和自相残杀。 3个人只能活下来一个，那就意味着身边的人立马从曾经的同伴变成不死不休的敌人。主播太棒了！地府之主大人，您刚刚不是说我可以不死了吗？哦，我刚刚说的是你们可以暂时不死，是暂时哦。我现在又给你机会，这一次只要你活下来，那待会就不用死了。
你特么耍我！三人现在最强的毋庸置疑就是陈三虎了，他的体格最强壮，手里有大锤，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占着最大的优势。而张振朗和李跃进各断了一只手，血都流了半天，所以他们现在的处境很是不妙。陈三虎目光盯上李跃进，让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你，老三，你别乱来，别相信那个人的话，你杀了我，他还是会杀你的，我们要一起合作。胡子沉着脸，一句话没说，但是脚步在慢慢逼近。张振朗脸色惨然，他也没有办法，他知道这是无解的局面，必死的局面。老三，能不能放过我？李跃进还想求饶，他是真的不想死，只是没办法，他知道就算手里有武器，没有受伤，也不是胡子的对手，更何况还没了一只手。在张振朗惊恐的眼神下，李跃进的脑袋被胡子一锤开了瓢。随着李跃进死后，就剩两人了。张振朗颓然一笑：“胡子，等会下手利落点。”好的，老大。有烟吗，兄弟？胡子掏了掏口袋，拿出一根烟递给了张振朗。突然腰腹间传来了一阵吃痛，胡子低头一看，只见他的胸口插着一把匕首。你。我去，这人也太阴险了吧！不讲武德，竟然搞偷袭，真狠啊！银前兄弟的喊着，然后背后就来一刀。看来以后我们得多防着那些兄弟了。嘿，你别怪我，我也想活着。张振朗，你他妈去死吧！我操！在陈三虎攒足了劲的一锤之下，张振朗当场飞了出去后，就彻底没了动静。作恶无数的恶魔终是死在了自己的好兄弟手上。陈三虎也到了强弩之末，来一刀插进了他的要害，鲜血根本止不住。陈三虎，你后悔吗？现在他真的后悔了，这辈子到底在干什么？做了那些事情到底是为什么？最后到头来一场空。最后的话没说完，陈三虎就已经气绝身亡。就这样，罪大恶极的四海帮核心人员全部死了，每一个都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秦风的审判方式彻底撕开了他们虚伪的面目。平时兄弟长兄弟短，真到了危机关头，拿兄弟第一个祭天。直播结束后，得益于秦风给出的线索，猎人行动小组雷霆出击。虽然很不想承认这一切的线索全都是靠秦风才能查到的，但是目前救出被拐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地府之主后面再抓也不迟。叔叔，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没错，叔叔是来带你们回家的。太好了，哥哥果然没有骗妮妮，真的很快就有叔叔来救我们。你说什么？你是说有人知道叔叔要来这里救你们？他人现在在哪里？对呀，哥哥刚刚还在这里的，不过叔叔你们来了之后就不见了。李克瞬间察觉到妮妮口中的哥哥可能和地府之主有关。小林，马上带几个人去周围搜一下有没有可疑男子。是的，队长。你叫妮妮是吧？走，宝贝回家。打出宝贝回家，让所有失踪被拐儿童回家。